它应付安卓的30瓦以下的功率充电是没有问题的，真实功率都可以达到22瓦左右的样子。我说的是真实功率，应付苹果的公版 PD 的20瓦的充电协议，它也是绰绰有余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最近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一款新产品，行家冲把灵动8口聚合排插，它主打的是聚合的特性，融合了 AC 插座与 USB 快充接口于一体。还有就是今年8月1号起，插座类的产品将正式强制执行新国标 GB 2009.7-2024。M30 作为一款新国标排插的产品，自然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设计与安全规范。那么这款定价60多块，标称支持30瓦快充的，配备双 C 双 A 的聚合排插，究竟表现如何？我将带你们全面测试它的快充协议、兼容性、效率、文波等指标。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来到这款行家 M30， 包装是经典的行家风格的配色，正面直接印着产品的渲染图和核心的卖点：30瓦快充、防过载保护、新国标、8口合一的设计。我们直接拿出 M30 本体，装排插用的是一个环保的袋子，魔术扎带把这个交流线捆住的。排插的宽度是93毫米，深度大约是78毫米，厚度大约是30毫米，整体重量在306克。顶部是2组国标5孔的 AC 插座，背面还有2组2孔插座，总共就是4组 AC 插座，能够覆盖日常大部分的设备需求。前面板则是充电模块，提供双 C 双 A 的接口，布局是对称的，接口上面有标识。正面这里还有一个行家的 logo， 4个充电口内部的舌片全部配置为蓝色。侧面这里30瓦的功率标识，这里有一个电源接通指示灯。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插头部分已经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TPE 全包胶的规范，灵活金属触点部分缩短，防止儿童触电的风险。这个就是新国标的一个规范啊。插头的外壳是软胶包覆，拔插的时候更防滑。同时内置了过载保护开关，在功率超过2500瓦的时候可自动断电保护。整根电源线的长度大约就是 1.5 米长，线材的外皮还是挺柔软的，便于理线。插头上面有 3C 认证10安250伏的标识，线缆上面也有 3C 认证的标识，还有3层1平方毫米的标识，也就是代表这个线材内部有3股1平方的线缆。外观部分看了，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测试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的规格信息，型号为 M30， 产品名称延长线插座带电源适配器，基础参数是2500瓦250伏10安， USB-C 输入是200至240伏的， C1、C2 口输出功率最高30瓦， A1、A2 口最高输出功率15瓦，多口输出总功率设定在15瓦。这里还有个警告信息，多个插头同时插入时，负载的总功率不能超过最大的允许功率，也就是说不能超过2500瓦。下面是认证信息，有个循环10年的标识， 3C 认证的标识，室内使用标识，海拔小于2000米地区使用和非热带地区使用。 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记住这一个警告信息啊，不要盘线使用，把线盘起来使用会影响电器的负载功率。我们现在来检测一下这一个充电模块部分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首先这是 C2 口的协议的情况啊，有 UFCS 融合快充30瓦，高通 QC3 加的5伏9伏12伏 3.6 至12伏，华为 FCP 18瓦功率，华为 SCP 的25瓦功率，三星 AFC 的24瓦功率， PD 3.0 的30瓦档位。PD 3.0 点进去有5伏9伏12伏3个固定档和一个 3.3 至11伏的 PPS 档位， DCP Apple 2.4 2个基础功率。然后这是 Type-C 1口的协议支持的情况，大家看一下，跟 Type-C 2口一模一样，包括 PD 3.0 点进去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 A2 口所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DCP 和 Apple 2.4 啊，2个基础功率，单个 A 口最高输出是5伏3安15瓦。这个 A1 口的功率跟这个是一样的，两个一起输出的话，总功率就是15瓦。需要涓流充电，需要保养电池，用这2个基础功率的充电口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行家多功能排插它的兼容性怎么样啊？测试它的兼容性，我们主要是测试 C 口，因为 C 口才是30瓦的，这2个 A 口它是基础功率。C 口2个充电口的协议都是一样的，我们以1个充电口为准。首先是米家的设备，启动的是 PPS 快充啊，真实功率大概在22瓦左右，这个功率也算是很不错了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华为的设备，
超级快充开启，真实功率大概可以跑到16瓦左右。这部手机是绿厂的真我13 Pro 至尊版，看这个功率的话，应该是启动的 UFC-S 融合快充，功率在22瓦左右。这一部手机是蓝厂的 S18，蓝厂的快充标识已经启动，功率的话也是22瓦左右，应该也是走的 UFC-S 融合快充。这部手机是荣耀100，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启动荣耀的 PPS 快充啊？启动的是超级快充。真实功率跟前面那个华为的兼容性测试是一样的啊，功率在16瓦左右。这一台是三星的 Note 10加，我们来看一看它能不能启动快充 2.0。直接启动的是超快充电 2.0， 真实功率在24瓦左右。如果是新款的，功率会再高一点点。这个行家 M30 可以支持 UFC-S， 我们就用这一个 vivo S18 来采集一下它的 UFC-S 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效果怎么样。目前这个手机还有 13% 的电量，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整个充电过程从 13% 的电充到90%的电，一共花了47分钟。这47分钟我们算了一下，它的大概的平均功率在21瓦左右啊。这个功率的话还算是可以的。整个完整的充电时间大概就是57、8分钟时间就充满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温度啊。我用热像仪采集到它的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52.2 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28度左右。这就是这个充电器 UFC-S 融合快充的一个充电效果。这个 M30 的 PPS 充电数据，我们就用这个小米手机来采集。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3%。这个小米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前面23瓦的功率坚持了25分钟，然后到后面就开始波动了。低功率的时候是13瓦，高功率的时候是22瓦。经过3个波动，然后充到 80%， 逐渐的下降功率，充到 90% 就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再充电啊。这个手机充到 90% 的电量，一共花费58分钟时间。这个充电的速度的话还过得去吧。这个充电的功率比前一次还要低一点，它的温度就来得比较低一点。我们用热像仪采集到了它表面的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46.8 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是30度左右。这个行家 M30 经过 PPS 和 UFC-S 两个充电曲线的采集，可以看到它应付安卓的30瓦以下的功率充电是没有问题的，真实功率都可以达到22瓦左右的样子。我说的是真实功率，如果它是20瓦的规格的话，真实功率大概只有17、8瓦的样子。所以说这个符合30瓦的一个充电效果，应付苹果的公版 PD 的20瓦的充电协议，它也是绰绰有余的。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测试一下电源适配器的转换效率，还有这4个充电口的输入文波的情况。220伏50赫兹状态，插电瞬间浪涌功耗是2瓦。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这个待机功耗几乎是没有的啊，一直都是显示的0瓦。5伏3安15瓦功率，220伏输出 18.1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3%。9伏3安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0.1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2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12伏 2.5 安30瓦的功率，220伏输出 33.4 瓦，这边直流输出 29.6 瓦，折算转换效率 89%。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一个 M30 的文波输出的情况。首先是 Type-C 一口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94.6 毫伏，平均文波 89.4 毫伏。现在是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5.9 毫伏，平均文波在84毫伏左右。12伏 2.5 安3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07.3 毫伏，平均文波 89.3 毫伏左右。现在是 Type-C 二口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5.7 毫伏，平均文波94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05.4 毫伏，平均文波在 88.7 毫伏左右。12伏 2.5 安3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3.9 毫伏，平均文波 107.1 毫伏左右。现在是 A 二口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01.4 毫伏，平均文波 95.1 毫伏左右。现在是 A 一口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99.3 毫伏，平均文波 94.5 毫伏左右。这个文波基本上都是这个形状，而且不会摆动，非常的稳。这个文波就跟苹果的20瓦充电器的文波非常的像。行家 M30 延长线排插的测试到此结束。
作为老牌电源大厂，行家的力作，首先安全标准是拉满的，新国标的插座、新国标的插头、灵活线还有包胶保护。快充支持安卓的 UFC-S 和 PPS， 实测真实功率在22瓦，主流手机可以全兼容。苹果 PD 快充更加是没有压力。效率方面，平均转换效率可以达到 86.3%， 在排插里面算不错的。输出文波控制在100毫伏左右，完全符合国标的200毫伏的标准。但是行家作为电源界的老大哥，内部的做工才是他的杀手锏啊。相比普通的排插，行家在电路设计、用料、安全保护上有多硬核，这些秘密咱们下期拆解篇全部给大家揭晓。内部的电路、元器件的布局一个不漏。想知道行家是怎么碾压普通产品的，老铁们记得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这一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拆解篇不见不散。